为啥安陵容侍寝后要喝避子药，祺贵人就不用？众所周知，进入安琪拉小分队的重要条件就是没娃，所以皇后对于员工的管理也是十分的严格。每次安陵容侍寝完，都要派人专门去盯着她喝药，一直到后面安比怀出事，宜修才允许她揣上个临时孩子，但那也是为了碰瓷轩轩。不过为啥同为安琪拉小分队成员，皇后给瓜六的避子手段就是赐红麝香珠呢？难道是这玩意难得，小鸟配不上？首先皇后深知无论安陵容心机有多深沉，她都始终逃不过自己的掌控。安陵容的家世注定了她一辈子都只能被皇后利用，因为她一旦反抗皇后，那么等待她的便是失宠，便是欺辱。安比怀可没有本事替她撑腰，所以在陵容向皇后抛出入队橄榄枝时，便注定了她没有回头路了。因此宜修正是拿捏住了安陵容这点，才会光明正大的赐避子汤。皇后就是明明白白的告诉她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能生。而陵容为了依靠皇后，也只能忍受。同时安陵容可是后宫化学大师，你跟她玩红麝香珠这种把戏，那不是装逼装到她专业领域了吗？所以皇后自然明白，她那些避孕小技巧忽悠其他人行，忽悠安陵容选。并且虽然陵容投靠了皇后，但宜修并不能完全掌控她。若不是最直接的手段，那难保她不会为了揣娃玩些阳奉阴违的小手段。但祺贵人不同，作为后宫著名笨蛋美人，皇后随随便便都能给她耍得团团转。而且虽然瓜六蠢，但野心极大，她进宫来可是为了出人头地的。她之所以追随皇后，就是奔着好前程来的。而这皇嗣作为后妃业绩重要衡量标准之一，瓜六肯定是十分渴望。但他若是知道追随皇后的代价就是不能有娃，那他肯定会头也不回的离开安琪拉小分队。但祺贵人对于宜修而言又是一颗重要棋子，他的阿玛厄敏那也是能跟四大爷说两句的，所以皇后想要把手伸到前朝就离不开祺贵人，因此肯定是要选罕见的红麝香珠了。毕竟这东西凭他那个蠢脑瓜肯定不认识，得了这么好的玩意，他还得谢谢咱呢。何况宜修也知道瓜六是个肤浅张狂的，这种赏赐那肯定会天天带着呀，根本不用赐避子汤，瓜六会自己做。为啥四大爷宠幸眉庄多次都没有怀孕，温太医一次就有了？梅姐姐作为静妃周边，长得亮家世好，脾气温和，所以成了轩轩这批秀女中第一个侍寝的。四大爷一见那就觉得老对口味了，再加上这期间轩轩必宠，所以梅姐姐就成了前期最得宠的嫔妃之一。即便是后来胖菊挖掘了轩轩这个纯元周边，俩人也能平分春色。但即便如此，从眉庄入宫到假孕事件的小1年时间中，为啥一直没有揣娃？后面跟温太医一次就有了呢？首先是清朝秀女入宫时普遍年纪不大，虽然剧中说她是17入宫，但当时讲虚岁，按现在的算法她当时也就15，最多16，这个年纪其实不适合生育。更何况她得宠不久后，又得了学习协力6宫的实习机会，天天料理各种家长里短，被搞得心力憔悴的，还被华妃故意刁难，大晚上不给睡觉抄书，又被推到了水里，这一套折腾下来咋可能有娃呢？并且前期梅姐姐风头那么盛，打胎大队长能对她毫无防备，暗地里估计也下了不少黑手。毕竟有皇后娘娘在，这宫里就不能听到一声婴孩的啼哭，不然让剁了马总裁的脸往哪放？就像宜修当初得知轩轩长得像纯元后，借华妃的手给人安排的自带麝香的碎玉轩，又像欺负瓜六没文化一样赐下来的红麝香珠。总之宜修有的是办法让这后宫揣不上娃，即便是怀了，他也有的是手段打了。而后期眉庄一次就中，则是此刻的他对皇后已经没了威胁，所以宜修估计也懒得防一个根本不愿意给皇上侍寝的妃子。而且温实初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给梅姐姐调理身体，那肯定是比当年身子好啊。更何况眉庄进宫时，四大爷就40多快50了，那是有心无力呀，要不也不会这么多年了，就那么俩亲生孩子，还大部分还都是登基前生下的。而且胖菊又是个勤奋的，去后宫去的本来就少，就那么可怜的几次里，初一15是皇后的，
还要再抽出几次安抚华妃。即便是轩轩没得宠时，没装1个月就分不到几次，而轩轩得宠后，估计1个月2次都难。但温太医不同，年轻健康还懂养生，那身体自然比四大爷好的不是一点半点的。所以二人也是一击必中，给四大爷造了个臣女出来。四大爷惩罚绯闻掌嘴时，为啥轩轩不阻拦一下呢？作为滴血验亲作死3人组，绯闻真的是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。本来被分到永寿宫，那只要他忠心的熬着，等到轩轩升级后，他也能蹭着主子的光鸡犬升天。但他偏偏要作死，接受瓜六的 solo， 告发熹贵妃私通。绯闻背叛甄嬛的究极原因，就是轩轩生产后的掌嘴事件。本来这件事可大可小，因为绯闻的罪名最开始只有冻着了甄嬛这一项。若是四大爷问起时，他好好道个歉认个错，其实未必会被责罚。但偏偏的他那嘴就是欠，非得顶一下。那可是紫禁城，即便清朝时期的宫女大都是奇人，不能随意打骂。甚至有过宠妃因为打死宫女被降位的事情，但那也是针对妃嫔的，而且是针对无罪宫女的。皇上那是宫中权力的最顶端，绯闻本身也有错，他不高兴处罚一个犯错的宫女，便是杀了都不为过。绯闻明知道自己做错了，还非得跟皇上吵吵，这不是自己给自己端盒饭吗？也得亏四大爷刚得俩侄子，心情好。而且轩轩不是没有拦，其实他是想过劝劝四大爷的，但胖菊此番举动就是为了给他出气，若此时轩轩出声劝阻，不是打了四大爷的脸吗？所以也就随便他了。更何况这处罚对于绯闻所犯的错而言并不算重，虽是掌嘴，但掌刑人是轩轩的自己人小允子，所以这惩罚其实也就是虚张声势，一丝一丝就得了，又不是和脆嘴掌果一样非得狠狠的打。而且小允子也是怕自己下手重了，让绯闻自己打，他哪里想得到这人扇自己都扇得那么实诚啊，一巴掌下去差点给自己脸干废。并且绯闻的这次过分行为也让甄嬛看出来自己对下人们有些放纵了，才让他们敢这么不懂规矩。所以轩轩也有意借这次惩罚警醒一下永寿宫里的其他人，让他们谨言慎行，自己人再好也容不得他们蹬鼻子上脸。说白了，绯闻的叛变其实是注定的，轩轩身为主子也会在失意时被欺辱，绯闻一个下人又怎么可能不受委屈呢？即便是轩轩这次帮他拦住了惩罚，之后的日子里，只要绯闻稍稍感觉到了一点的不顺心，又会把这些怪到了甄嬛头上，从而选择卖主求荣。